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西方民主国家拿什么抵抗中国模式？刚才我看见网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讲对付土共就必须耍流氓。这个想法很多网友都有啊。那我这里讲一个故事，讲个什么故事？说有个地方呢，它有一条龙，是个恶龙，西方国家。说他们当地呢就经常请一些勇士去杀这条恶龙，因为这个恶龙经常出来骚扰百姓啊，烧房子啊，抢人、吃人啊等等，作恶。然后呢，这个每次派这个勇士去，这个勇士都有去无回。后来有个王子经过这里啊，那个大家村民就找着王子说：王子，你武艺高强，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恶龙杀掉？这个王子说好，我去杀他。这个王子就谁也没带，自己单枪匹马就去了深山。最后找到了这个龙的这个洞穴，然后就跟这龙进行搏斗打。最后他把这龙杀死了。杀死了以后，他把这个龙杀死以后，他坐下来一看，发现龙的洞穴里面全是金银财宝，非常多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他坐下来喘口气，身上就慢慢长出了鳞。什么意思呢？他就变成了那条龙。所以为什么那些勇士有去无还，有的是被杀了，有的杀了那条龙，最后他变成了那条龙。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讲的回应那个网友，就是我们在对付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变成他。如果我们变成他了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对抗他的价值和意义啊。这我就题外话，我先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啊。我讲一下，我们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专题。前2天呢，有个网友给我发了个短信，然后发了私信，他说：王老师，今天看《华盛顿邮报》，我有点懵，说这个多伦多约克大学这位助教叫 Carrie Wu， 在中国做了一个政府满意度调查，那么结果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8%。这位 Carrie Wu 呢，还把这个文章呢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但凡在中国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种联合国内10多位学者、53所高校做的调查是怎样的一种政治任务。那么这位大陆背景的助教去外媒发一篇这样的文章，他用心昭然若揭。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华盛顿邮报还在让这种 CCP 的大外宣发这种洗地的文章呢？他给我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就回了很简单的一段话。我说，这就是西方著名的开放体系呀。然后这个网友说，哦，也是，他一听就懂了。这就是过去30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中共利用西方的这种开放的体系，向西方进行渗透，影响西方，盗窃西方，甚至在西方推行他的这个政治进程啊。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除了经济以外，它在很多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方面。那么也许有人讲应该想办法制定针对中国的政策。那这种想法有些地方行，有些地方不行，甚至有可能改变西方的开放体系。因为当你赋予他一个人有一个权利去审查的时候，不管你审查什么，这个开放的体系其实不存在啊。我比如说在欧美在北美吧，欧美我不说，在北美很多地方的地铁是不检票，没有检票，你自己自觉买票进去出来，这个就这样进去出来。这是一个你把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成本很低，因为人工很贵，所以它不用检票，不检票，效率很高，大家根本不用做什么动作，直接就进去了。
上了车，到了地方直接就出来了，效率很高。但是有风险，因为有人会逃票啊，但也很脆弱啊。这个系统相对来说的更脆弱，它更需要什么？它更需要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支持啊。你比如说，市民要支持啊，市民支持。当这个铁路公司发现逃票率在上升的时候，它可能这个系统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系统是有脆弱性。那么中国实行的是什么？中国实行的完全封闭的系统啊，有人检票，不仅有人检票，还有人查票，然后呢，它还有安检等等啊，非常的稳固啊，也很可控，但是成本很高。这成本最后变成什么？会变成票价啊。那么这两个系统其实各有优胜之处啊，各有优胜之处。但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西方保持它竞争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当西方国家开始发现不行啊，我采取这种开放的体系，发现中国已经进来了，他用他的东西在改变西方，在威胁我。最先感到威胁的是谁？是美国。美国因为它最大，它是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利益遍布全球。中国呢，新兴的崛起，当它崛起开始扩张战略的时候，它最先碰到的是谁？它最先碰到的一定是美国，因为美国它在美国的存在非常的巨大。那川普政府制定的战略是什么？脱钩。有没有效果？有两件事情可以反映这个政策的效果。第一件事，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他对贸易数据监测分析，是2018年到201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2%，再加征关税，相当于每年的37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额。到了现在，这个关税覆盖中国商品只剩下了一半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2500亿美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多美国公司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因为你这商品从中国买要有关税，虽然它原价便宜，但后来一加上关税以后发现贵了，它比较了一下，这个国家的商品比中国加了关税之后还要便宜，那我就从这个国家进。所以呢，有一部分商品就不从中国进了，所以覆盖中国商品的关税的种类就开始减少，减少到多少？减少到2500亿，原来是2/3，现在只剩下了一半。谁最得益最大？越南。越南在2018年，它进口美国排名第12，美国所有的国家进口国家排第一当然是中国，越南排第12。那么当关税起来之后，很多订单就往越南跑到越南之后，现在越南排第几？排第6，往前跑了16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半导体啊，半导体加关税之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一直在跌啊。那么从哪增加？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在强劲的增长。那么受到关税打击的中国商品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电信设备啊，电信设备跟华为是有关系的啊。电信设备、计算机配件就电脑配件，那么这两类产品少了多少？少了150亿美元。关税的确导致了订单在流向中国以外的国家，但某种程度上来讲，关税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为什么？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在快速上升啊，那么很多制造商他已经开始部署向海外，我讲的是中国的制造商在向海外这个迁移，以降低它的成本。智能手机就是个例子，美国没有针对智能手机制定关税，但是三星就把它的手机厂从中国搬走了啊，然后这个苹果手机
也开始慢慢的由大部分在中国制造，慢慢的再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脱钩战略的确是改变了一部分的这个产业链产业链的结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斯拉特斯拉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2019年开始去上海开厂，用了1年时间建成这很厉害当然，这肯定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很有经验，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地政府的支持那么2000年，用1年时间把厂子盖好。去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个成就把特斯拉带上了它的顶峰去年1年特斯拉的高速增长，一个是卖车高速增长，一个是市值高速增长。那么特斯拉的市值就超过了丰田和大众的总和特斯拉的成功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证明了脱钩战略在一定领域的范围之内是有限的。你看一下，你的脱钩没有阻止特斯拉去中国市场，对吗？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最新的情况是特斯拉4月份在上海生产的车大部分出口去了出口去了，反映什么？反映特斯拉在上海车展被维权之后遇到的麻烦中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议公布，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销售了11671辆本地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然后同时出口了14174辆，大部分去了日本。那么与此同时，特斯拉仍然面对着中国政府的持续的压力，要求这家公司向政府公开用户的行车数据，这个要求令特斯拉面对价值观的考验。为什么？政府没有理由要求用户的客户资料，这在普世价值观中是一个这样的行为这也是所有的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面临的困境，就是如果你想赚钱，你就要帮政府做坏事。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坏政府那么拜登政府呢，选择了更复杂的对华政策竞争为主，辅助与对抗和合作，以匹配不同场景的需要，这就是拜登政府的思路。拜登政府在3个领域采取了非常坚决的对抗。第一，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那么拜登政府把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美国非常坚定，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领域非常坚定的推动了和中国的对抗，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南海问题，包括香港议题，包括一系列的组建这个对抗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集团，包括4国集团等等这是第二个，叫地缘政治领域。第三，科技领域。那么科技领域，拜登政府的策略叫小院高墙，把全面脱钩迅速缩小到一些最关键的领域那么比如说芯片比如说这个大数据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这个量子计算等等，比如说生物科技等等，这些最核心的美国最具有决定性领先优势的这些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封锁。那么当然最新鲜热辣的就是芯片。芯片它不仅仅是封锁，而且把整个的产业链要转移到美国去那么继芯片之后，美国再向中国点穴。最新的消息说，美国要求瑞士不再向中国出口高精度的机床，就精密机床。原因是这些机床可能不会用在歼20的生产线上一旦瑞士不再向中国出口高精密度的机床，
对中国的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生产会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武器装备，涉及到战机，涉及到军舰、潜艇等啊，这都要用到精密机床。那么瑞士生产的机床赫赫有名，长期以来，瑞士机床出口额居全世界的前五位啊。那么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都是瑞士机床的长期客户，尤其是精密机床，它在这个领域具有领先地位。那么你可以看到，从5G到芯片，从光刻机到精密机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小院高墙的这个战略越来越清晰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是在变化，在做出一些变化，从川普政府的相对粗糙、相对单一的政策，慢慢的转变成为什么？转变成为现在相对复杂，用不同的政策应对不同场景的一个政策。然后美国又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开始丰富，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应对来自中国他认为的威胁。那么今天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遇到的挑战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第一次冷战的过程当中这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东方集团，他们的对抗非常的简单划一条线下去。那么双方这个壁垒森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去对付对方。现在的世界非常的复杂，社会变成的互相的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现在，当中国变成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回避中国的存在。那么西方国家它有本身的缺陷，它也有本身的优势。西方的民主政治怎么去面对来自中国模式的挑战？这其实是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以来困扰所有人的问题。所以就为什么我一上来就回答那个网友说，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付土共，就是耍流氓。你可能耍流氓耍着耍着，你自己就变成了流氓，你就不能变成流氓。这就是西方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坚持你自己的同时，又能有效的对抗。那今天呢，德国之声组织了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就叫民主国家拿什么去抵抗中国模式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借用了。当然我加了一点加了西方民主国家那么我在此鸣谢德国之声这个专题呢，其实是2篇文章一篇文章叫西方需要构建超越北约的对华新联盟，这第一篇文。第2篇文章是欧洲不能被贸易保护主义诱惑这2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念一下那么这2篇文章其实都在讨论我们刚才一上来的问题，西方国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怎么去抵抗中国模式？那么这个中国模式对西方的伤害，对整个人类的伤害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先讲讲这个欧洲不能被贸易保护主义诱惑。这篇文章刊登在德国的商报上，这是德国商报的编辑部的自己写的一个评论。那么他这么说，他说一方面欧洲需要摒弃以贸易促进转变的幼稚对华政策另外一方面欧洲也不能被美国用作与中国脱钩的工具，而应当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那么他这么说，他说欧盟现在正在酝酿禁止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这种做法颇有双重标准。之前他问了几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还是有很多的人讲究公正公义的所以
大家要多看看，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多看看这个西方媒体的文章啊。难道欧盟就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补贴本国农民，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毫无还手之力？难道飞机制造业巨头空中客车就不是用国有资本打造的？难道欧洲大陆上就没有无数的国资参股的企业？难道通过货币政策手段人为压低的利率就没有肥了各国财政部以及各企业高管的腰包？他问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当今欧盟的干涉经济的战略，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中国。谁又能够否认中国正在通过不公正手段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而且依旧变本加厉？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市场经济民主盟友共同向北京施压，这绝对是必要啊。因此，欧盟在拜登就职前匆忙出炉欧中投资协定，绝对是一个错误的举动。这是德国商报的文章啊。但是，欧洲是否应该与美国一道执行对中国的脱钩战略呢？绝对不能。这种战略的政治以及经济风险，对于欧洲以及德国将是难以承受的。作为最大的3个经济体，中国、欧盟和美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紧密的联系也造成了易受伤害。德国尤甚啊，贸易处转变，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等对华政策认知无疑是幼稚的。过去几十年，欧洲企业从中国赚取高额利润的模式不再能够持续。其实他们已经看得很明白啊。但是一个甚至没有能力形成统一外交政策的国家联盟，讲的是欧盟了，妄想去教训超级大国中国，这种认知同样幼稚。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和美国与中国保持同等距离，欧洲需要和大西洋彼岸的价值观盟友并肩战斗，但是也不能放弃以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利益政治。欧洲需要个价值观导向的外交政策，而这种价值观也包含经济方面，即市场经济的理念。它包含了自由贸易的益处、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垄断的危险性等。美中两霸争霸并不能令上述理念失效。不过，欧洲在市场经济理念上也绝非什么模范。无论如何，面对美中之间史诗级的争斗，欧洲绝不能自动放弃市场经济理念的想法。欧洲的外贸政策的宗旨必须是尽可能的开放。西方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内部，来自西方社会自身，尤其是西方否定自身价值的时候，而市场经济理念就是西方价值观的一部分。非常好啊，很开阔的视野，也非常准确的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就是耍流氓的时候如果你用耍流氓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可能有一天你就变成流氓。这是第一篇。第二篇，西方需要构建超越北约的对华新联盟。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报》世界报》有2个作者，这个作者一个是绿党的议员另外一个是社民党的前议员。那么这是在德国出版的《世界报》就是《世界报》的德文版。这篇文章这么说，他说，只要西方不团结，中国就能够不受阻碍地向世界霸权之路迈进。如今，自由民主体制所遭受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威权统治的拥护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普京、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更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巴西的博索纳罗、美国的川普这样的案例都在证明，致命的反民主趋势
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这些国家之外，内部的政治极端化也在加剧，因此一些人如今开始把中国模式当作典范，经济出色，数字化程度高，在防疫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在这场正在成型的全球性冲突中，谁又能代表自由的西方呢？谁又能属于自由的西方呢？全体民主国家又能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民主国家又想怎样来抗衡中国式的帝国主义呢？是各自为战，还是形成一套战略？盟国以及德国一方面出台对华制裁，向东欧派遣军舰，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以贸易促转变，仿佛这种打败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策略能够照搬到21世纪一般。他又问，难道经贸联系与普世人权真的能永远相互分离吗？难道民主国家就没有资助专制中国的镇压机器吗？难道民主国家就没有为中国经济的地缘政治扩张出力吗？民主国家必须尽快打造新的联盟，而既有的北约框架是用来对付前苏联的，并不足以对付中国。即便是七国集团组织，也不足以应对自由民主政体所遭遇到的挑战。我们需要能够囊括大西洋以外的地区的新的同盟以及对话平台，吸纳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印度等所以自由民主并不在乎东南西北，也不在乎亚美欧非，更不在乎种族或者是宗教。人权、法治、分权、民族自决、代议民主是普世价值观，而不仅仅是西方价值，它是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维系当今人类自由秩序的原则适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讲得很清楚。民主政治的国家，如果它不进行联盟，它不组成一个民主的大同盟，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来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所以这两篇文章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深刻的思考，除了他要检讨到自己的行为以外，更多的是反省和抵抗诱惑。什么诱惑？就是当他把那条龙杀死以后，他坐在金山银山上的时候，他面对的诱惑。那个诱惑是什么？他变成那条龙所以欧洲的想法其实很清晰对抗中国必须跟美国站在一起，但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也不能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毫无意外的是什么？毫无意外的是，美国、欧盟或者欧洲国家，他们的看法正在慢慢的靠近最新的消息戴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月13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院筹款委员会上就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听证的时候，他说过去几十年美国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这是错误的。找到了知音嘛，找到共同点嘛戴奇说，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强制劳动是粗野的补贴，而且给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制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他说他会跟布林肯国务卿讨论是否以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戴奇说，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美国不能在竞争中输给中国。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核心包括劳工权益、环保、人权、法治、好的政府治理、反贪腐等，都包含在贸易谈判之内。这样的做法
也获得美国跨党派的支持。面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时，包括采取手段去创造公平的环境，都只是防卫的措施。美国必须采取攻势。戴奇说，要对未来投资，增加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包括基础建设、研发等等，才能与中国进行竞争。戴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全面审议对中国的政策，包括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产业链公益、不公平贸易行为、人权侵犯等等。到头来，这些还是经济议题，会冲击经济竞争。戴奇说，目前美国政府手上有一些贸易工具，比如说根据232条款征税的钢铝关税等，在强制劳动方面，现有的法规也可以使用，不过还需要跟美国国会合作，增强使用贸易工具。大体上就是这样。这就是西方国家，你可以看到我把今天的一些新闻装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去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甚至包括日本那么在这就是西方国家对抗中国的方式几点。第一，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把价值观放到什么？放到所有对抗的核心当中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能因为中国放弃市场经济的规则，而是应该加强这种规则的实现。不能因为中国放弃开放的体系，而是应该强化这种体系，让这种体系更粗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抗的根本的手段其实是竞争不仅仅是打击对手更重要的是什么？壮大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通过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来探讨一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一直在萦绕在我们脑海当中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开放的体系怎么样对抗一个不择手段的政权。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探讨，抛砖引玉，也希望带动大家的思考我们就以后不要再提这种对抗流氓耍流氓的这种问题，而是应该把我们自己更强壮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明谢Something new， 成都49中事件一开始就控制媒体介入，并以媒体发通稿结束。统一的宣传通道使媒体沦为宣传工具，完全丧失了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无论通稿内容真假，并没有监督机构的存在，我们就没有判断真相的依据。身边无人质疑这样处理的问题所在，都觉得重大事件发通稿再正常不过，可悲。怀念有南方周末的日子，怀念有南方都市报的日子当然中共控制的媒体一开始就不是媒体本身那么我今天看了一个谁的说法忘记名字了他说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显而易见而又被大家一直忽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成都49中这个中学生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忽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政府一开始啥不都没干的时候，先把事情捂住，把事情捂住再说。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突发事件当中，中共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每次一开始就把事情捂住，不管这件事情捂住对有好处、有坏处，或者显而易见的愚蠢，他都是这样，一件事情上来先捂住它。
然后先捂住他自己，就有点像干嘛？有点像赌博啊，先捂住看看，我先自己看，再说。这就是中共的模式。中共的模式就是永远控制信息，控制真相，不告诉你真相，所以永远要怀疑，永远要质疑他的说法啊。反正我是不相信啊，尽管每天都有很多的五毛来骂我，但是还是不相信啊。情况现在的中国的警察、公安、地痞、媒体、政府、大互联网公司等等，都是无维稳组织，已经不再是监督机构、执法机关，什么违规上访、越级报警、越级上访等等可笑的中国特色，可悲可叹。观点：这个题目认为中国代表东方，其他代表西方，应该更改这种思维。中国代表不了东方。西方也不只是欧美，没有人说中国代表东方。西方我是我加上去的，西方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识别啊，这不是个严谨的陈述啊。观点：欧美在技术上垄断，但是强国在下游产业上处于垄断地位，而下游产业对于欧美百姓生活影响更大，从而对于强国的脱钩策略最终会对欧美的民意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阻止欧美政客推动脱钩。从这个角度讲，除非强国有行为严重挑战欧美民意的底线，否则西方民主国家很难有效的抵抗强国模式。不对。第一个，我给你个建议，我建议不要用强国，就说中国就好啊，因为什么？就说大白话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种逻辑呢，其实是语义上的逻辑，不是经济学层面的逻辑。我今天的一个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其实反驳了你这个概念。你像美国，原来2%，原来关税覆盖了2%，现在变成了一半，减少了一半，才多长时间？1年的时间，产业链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时间一长，这就会变化下去。所以你说的这个是不对的啊，你没有了解这个经济，它这个经济变迁。是的，你说的没错，中国的产业链很强大，产业集群，它不是产业链，它产业集群非常强。中国是世界上的这个世界工厂。但是现在有2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第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啊，但制造业的成本迅速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价格会上升，它的价格优势会失去，所以它有很多的产业链会移出中国。为什么？它没有竞争力，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开始把一些订单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你包括关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啊，再转移到其他国家。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一打，最大改变的是什么？台湾的4大电子厂，这个电子厂你别以为是个小电子厂，做电子表的，不是的，4大电子厂全部搬回台湾。4大电子厂搬回台湾，至少搬回去1000亿美元的产值。这是个非常大，然后围绕着这个产业链发生产业链的重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是会改变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民主的价值观放到经济政策。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的把戴奇的那段话讲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不仅你看。拜登政府把民主的价值观放到他的对外政策的核心，现在戴奇讲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到贸易政策的核心。为什么？就是要进行这种改变。所以你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赞王先生，世界和中共的斗争是价值观的斗争，也就是要自己做个好人，同时跟流氓斗争，这样才能够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才是值得活的世界。非常对，
非常好讲的。提问：为什么西方不用 WTO 这个平台抵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并不是用来经济打压，而是促进公平竞争？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啊，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不用呗，对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澳大利亚就开始在 WTO 投诉中国，也在用啊，不完全是不用，用得上就用吧啊，因为 WTO 这个仲裁机制是有缺陷，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一定管用。观点：我认为民主终将战胜专制，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是以战胜苏联的代价，还是以战胜纳粹的代价？我请你把你的时间轴 update 到现在来。如果我们现在的视角仍然是苏联啊、二战啊，那你就会离开我们现实很远很远，你会判断不清楚的。你还是把你的视角收回来，收到当今世界来啊。观点：10年树木，100年树人。在国内看不到前途，留学英国，归国高校任教7年，明码标价买论文，评职称，学生会的都是小官僚，各种拍老师的马屁，学习的目的、行为和思维与学习的内容发生相对一致转变的过程。学生经过大学的学习，我没看出来思维和境界有哪些提高，都是一个个道貌岸然的小家伙，扔向社会就是卖文凭而已。为了孩子，放弃国内的一切又出国了。英国留学以为回国做教育可以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幼稚啊，也不是幼稚了，只是你没有看到。这不算幼稚啊，只是你对现实的不了解，这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被现实教育成长啊。观点：移民五眼联盟其中一个国家后，亲身经历一些事情，深刻的体会到真正的民主法治可以保障人民生活和工作，我就再也不愿意回国生活了。感受过自由快乐的奔跑，就不愿意再回到笼子里啊。观点：王老师说的那条龙所面对的金银财宝，就是集权者通过独裁对自身获得的好处。当你用类似集权的手段对付中共之后，你自身也会被集权给自身带来的诱惑所侵蚀。非常对。观点：学习了秦前后的儒家思想变化后，明白了秦之后的儒家思想已经被帝王演变成外儒内法，看上去还是秦儒家，其实已经被法家思想完全改造，一切都是服务于帝王，打破小家的概念，所有人只是皇帝的奴才，而先秦的儒家注重的是小家，长期的帝王术下的儒家思想被历代皇帝发扬光大，到毛时代更是上升到新的高度。西方的民主，我理解也是很注重小家的观念，每个人首先都会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不存在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我觉得你还是更多的观察当今世界吧，好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你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要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现在，而且应该更多的放到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在现在？因为当今世界变化太快，非常的快，而且我们要知道，特别是在国内国内有一些局限，你在国内很多东西你看不到，那么很可惜啊。你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它的知识的增长的方式，正在史无前例的扩展当中啊。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把握这种
不断扩展的，全世界正在扩展的知识。我经常跟我女儿出去骑单车啊，骑单车的时候，她会跟我聊天，她聊了很多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问她你怎么知道这个？她说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她说在网上看到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你看到哈，中国经常有人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中国在内卷，其实不是内卷，讲什么？老是讲中国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发展，你会明白，中国其实是在坐井观天，但是其他世界在飞速的发展。所以我看到这个网友写的这一段，其实这段写的非常的好，很有见地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去花时间在这些领域上，我们要花时间来到现在的社会，去看看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啊？问题：欧美国家为什么不重组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排除一些不遵守世界普世价值观的少数国家，理顺国际秩序？你还是应该把我们的节目再听一遍，好不好？我们整个的节目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说脱钩，川普政府的脱钩政策，其实我都讲过，你可以看得呈现出来的一个，当然它促进了一些产业链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脱钩都已经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何况你说的这个呢？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我们还是不要用上帝视角把人类变成搭积木一样搬来搬去，没那么简单。我们不是傀儡，你可以用一个上帝的手扒拉来扒拉去，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已经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样的议题，好吗？观点：谨慎细腻萨格尔王。应王老师要求把评论里的观点提出，这个我已经答过了，我们上个节目我已经答过了，你没来啊，你把上个节目听一下，我在互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答过了，所以谨慎细腻萨格尔王同学，你去上个节目听一下好吗？我就不答了。情况：我01年大学毕业时，就有同级同学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跳楼，别说媒体报道，就连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北京化工大学，我觉得每个大学差不多每个大学每年都有跳楼的，只是不报道。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这里，没有来自别的地方。情况：我是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学生，非常同意老师的看法。我们课上的华人教授会介绍中国的天眼监控体系、社会信用积分体系制度。电影课教授放过达赖喇嘛的演讲，一些关于中国的事实，在出国之后才知道。提问：王老师对兵役老兵写给拜登的公开信怎么看？我没有看到，你能贴上来吗？观点：拜登政府的战略非常清楚，用人权标准提高中国制造全球竞争的成本；2，保护核心科技，阻止中国向产业上游进化；3，以地缘政治让中国陷入地缘争端，以消耗更大的军事投入。你用负面表达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拜登政府的战略最重要的部分你没说。什么问题？拜登政府的战略第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基建计划。美国首先要把自己强大起来，壮大起来，这是最核心的竞争。最核心的竞争就是让自己强大。情况：5月7日，
国家统计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19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和国务院第4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可见国内任何敏感事件都是政治挂帅，对内统一思想口径，利用反腐恐吓威胁。成都49中事件也是如此。观点：中共什么事情都能用维稳来做借口，正大光明的使用暴力。我认为，如果每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安居乐业，生活各方面都有保障，人的权益都有保障，自然社会安定，何来维稳之说？中共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稳定自己的政权，而不是维护老百姓的权益。维稳是维持我的政权稳定，就叫维稳。这是谁发明的？是胡锦涛发明的。观点：官方发布所谓的视频证据，其实就是截图，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根本不能证实自杀之说。何况有香港陈燕玲事件再造影像证据在前，任何不是通过 legal procedure 提取和 publicly scrutinized 的证据证供都不足以取信于人。反正我是不信。观点：不久前朋友回答我，最近工作很闲，很无聊。我回答他一句：现在网络时代，新闻科技、信息技术知识有点学不过来，卸载抖音这些无意义的东西，把眼光放远一点。那么大的天地，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资讯，非常对，非常正确。我非常建议大家做2件事。第一个，卸载抖音，保护你的时间。抖音非常耗时，我以前装抖音，我也经常一刷就刷2-3个小时。而且它的算法是你喜欢哪种内容，它就不断的推哪种内容给你，所以你就会不断的看那种的内容。另外一个是卸载微信，保障你的安全，保护你的安全。就这2个，就是一个是卸载抖音，保护你的时间；第二个卸载微信，保护你的安全。在大家的手机里面把这2个软件卸载掉，然后呢，积极的投入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去，善用大家的时间，不要去 kill time 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年轻人。世界那么大，你还没看呢，你说是不是？情况谁都知道，中国的汇率是官方操控的，现在原料都这么涨，还把汇率抬得那么高，对于各行各业都是雪上加霜。真的像官宣所说，中国还是外商投资赚钱的好地方。五毛粉红说，中国把原料的价格抬上来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智慧，准备搞垮美国大基建计划。这太好笑了吧？美国是进口的好吗？你要是把汇率搞那么高，对美国没坏处明谢Franklin， 谢谢。前2天王老师曾经就念错字表示过歉意，我偶尔听到老师念错字的时候，除了想发言帮忙纠正一下之外，也会联想到这恐怕是类似习地的一种王者之道，不免会心一笑。人有微瑕更生动，替心仪的好友续力勉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念错字是应该道歉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我再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上次在人口的问题有个网友在我的视频下方提了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质疑的65岁以上年龄段的这个人口数据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当年死亡人数是大数1400多万1400多万的人口死亡人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人口人口净增加了多少？人口净增加了也是1000多万，两个加在一起是2888万。那有个网友提出来，他说当年去世的人口不一定是65岁年龄组的人，你不能直接加到里面去。提这个问题的网友非常的棒，因为只有他提出来，没有其他人提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这里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加？这么加是不是不对啊？这个问题很对啊，一年死亡的人数不完全是65岁以上的人，但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数据直接加到65岁年龄组来质疑它的数据呢？原因两个，第一个，中国的人口的平均寿命是77岁啊，77岁啊，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如果他是正常死亡，我们中国人叫寿终正寝，你可以理解，他应该是65岁年龄组以上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人口平均年龄，平均年龄是77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中国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数啊，第一个数是我查过啊，所以我也不是拍脑袋就放进去的。查过一个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就是意外身亡的，城市的比重是5.29%，农村是7.79%，中间值是6.53%，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大概占死亡人数的6.53%。所以你把这两个数往中间一放，你可以理解是什么？就是基本上你把当年死亡的这个人口加到这个65岁年龄组当中去，就基本上是大差不差吧，中间还会有个5-6个点以内的差别，不会超过10个点。那么和我们的质疑的结论是相匹配，这就是我的解释啊，这是我的解释。我非常的欣赏提这个问题的网友，非常的认真，而且有水平啊，问得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观点很赞同啊。在明线 John Snow 谢谢 Renee Mac 谢谢，观点很赞同王老师说的，最好的反击是先强大自己。我自从去年不再上班以后，利用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了很多书，从宗教到政治，看完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对现在的中西方对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建议各位在听王老师节目之外，也花些时间多做些有用的阅读，提升自己。非常对啊。观点继续我刚才说的先秦儒家外儒内法，其实我想说的是，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标签下的中国人，已经长期被法家思想洗脑，一切都是服于最高的那个帝王。再加上共产党的洗脑，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舍小家为大家天经地义。要推进西方的民主，也就是普世价值，在中国一定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改革开放时代，民主思想还有逐渐被中国人了解的希望。不过习之后的一路向左，让西方逐渐了解到这条路在共产党那里已经走不通了啊。说得很好，非常对啊。他的这个铺陈，他解释的是什么？解释的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障碍，就是其实是让中国人理解普世价值观的其中一个障碍啊，说的非常对。观点：西方盟国如果对付前苏联一样围堵中共，再打一次冷战，中共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只能像朝鲜那样封闭自己。但是中国曾经开放过，门就关不上了，再搞封闭只能导致经济崩溃，最后官逼民反，走上封建王朝老路啊。好，明谢 Elizabeth New York， 作为在美国的台湾人，一直很纠结去年的选举。经过这段时间看您的节目，茅塞顿开，由衷的感谢你的启发。不客气，我们都是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啊。那么我们在新闻的道路上，其实是一直在探索，从来在新闻这条路上，从来没有一上来就知道答案的，答案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出来的。我从来不提供答案，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个答案啊。张鑫，谢谢 Laura 罗，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